渔夫来到土地庙前，祈求土地公能刮一阵大风，这样渔船就能加速前行了。说完就献上一条海鱼孝敬土地公。可他殊不知，几天前土地公就已经上天面见玉帝了，如今庙里就只剩下土地婆一人。临走前，土地公嘱咐土地婆一定要尽量满足人们的需求，因为他们这间土地庙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求必应。于是在听了渔夫的恳求后，土地婆便真的显灵了。而此时看见土地婆的朋友，土地婆也会保佑你今年都能顺风顺水，财源滚滚。随后土地婆拿起一旁的葫芦，葫芦，快刮风，满座船夫扬帆行。嘿嘿，真灵，好扬帆了，好扬帆喽！可殊不知此举却害惨了果园里的果农。眼看果子即将成熟，突如其来的大风将果子全都尽数吹落，于是他赶忙去求土地停止刮风，否则他满树的果子可就保不住了。土地婆听后觉得他实在可怜，于是连忙将大风收了回来。还真是有求必应啊！那当然了，不灵谁来烧香啊？此时又来了一个农夫，他此次前来是求雨的，因为数月来一直干旱不止，导致庄稼颗粒无收，所以他恳求土地显灵降雨。土地婆听后表示小事一桩，然后就从雨葫芦里倒出一颗黑疙瘩，只见土地婆将其弹飞出去，下一秒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就变得乌云密布，紧接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这下农民可高兴了，不过卖盐的商贩可就遭罪了。天气预报明明说今天没雨，导致他出门没带伞，这下袋子里的盐全都化成了盐水，他只好也来求土地。得知了盐贩的难处，土地婆也是赶紧将乌云收了回来。可四人此时却在庙前吵了起来。我要下雨，我要晴天，我求刮风，刮风是灾。俗话说众口难调，这下土地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，于是他一气之下便将有求必应的牌匾扔了出去。几天后，土地公从天庭回来了，看见门外的牌匾后，还以为庙被人砸了。土地婆委屈地说完来龙去脉后，土地公却是微微一笑，表示他自有办法。可是土地婆却不相信，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满意。随后两人来到半空，发现河面与果园是连在一起的。土地公想了一下，就掏出一个气球，然后将里面吹满了气，随后将气球口对准中间的河面，强大的口气让小船顺利扬帆起航。风来喽！谢谢了。这叫大风溜河沿儿，不进果树园儿。那么下雨呢？别急呀！两人一直等到了晚上，土地公伸出拐杖，竟然将天上的月亮勾了下来，随后直接将其扔进了河里。等到捞上来时，月亮已经吸满了河水。土地公再给一端装上花洒，然后再挂回天上。就这样，月亮牌洒水壶就诞生了。好啊！谢谢了。这就叫夜里下雨，白天晴。不言伤，赶路程。谢谢啦！不得不说，土地公真是拥有大智慧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啊。